少年都快羞死了。同父同母，只有身为道侣才可以这般。蓝忘机，你怎么如此厚颜无耻，哄骗魏婴？小奶团却从他怀中冒出头来，似乎是没听清，懵懵懂懂地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连忙摇头，没什么，然后把小家伙裹了又裹，放到榻上，拿出一个乾坤袋，看了看好整以暇的青恒君，红着耳根子掏出2个小玩意儿，是2个木质的小兔，精巧极了，比奶团的小手大不了多少，一黑一白，上了发条便欢快地在榻上胡乱蹦跶起来。哇！奶团惊呼出声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围着它蹦跳的小兔，咯咯地笑着，用小手去抓。蓝忘机怕它伤口崩开，急忙按住它的小爪子，把小兔拿起，放到它怀中，手上有伤。蓝忘机看他高兴的样子，心里软和得很，一股脑地掏出一大堆小玩意儿，有小孩子玩的耍物，也有零零碎碎的小吃，都给你。奶团呆呆看着堆在他面前的小山，看了看蓝忘机，又看了看青恒君，似乎被这财大气粗的气势吓到了。青恒君笑着拾起一块软膏，喂到小家伙张着的嘴巴里，被下意识地含住。小孩子脸蛋鼓囊囊的，松鼠一样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二人。无事，阿英。青恒君笑着看着奶包似的孩子，忘机难得这么喜欢一个人呐。男人声调缓缓的，语气却极为复杂，像是欣慰却又似沧桑。他的大手盖着孩子的发顶，揉着孩子蓬松柔软的短发，眼中映出小魏婴的影子。忘机，对吧？转头看着自己的小儿子，目光柔软的像是薄雾中的晨曦。蓝忘机不语，点了点头。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青恒君好不容易出关一次，自然不能光顾着小儿子，又见这孩子照顾奶团照顾的12分上心，便拉着自己大儿子连带着蓄了好一把胡子的弟弟下棋去了，省得总打扰小儿子。春日的阳光从纱窗掠过，在小团子侧脸上落下奶白的一片，像是块奶糕，温软香糯。小家伙裹着被趴在床上，药效作用有些发汗，便悄悄把半拃大的小脚伸出被子，在身后翘起藕白的小腿晃悠着。得了凉快，奶团舒服的一个站立，满足地发出稚嫩的哼唧声，小手不自觉地一下一下对着软乎乎的棉被，小猫采奶一般可爱至极。只可惜这舒服只得了一瞬，少年端了水过来便皱眉把被给人盖得严严实实，也不顾奶团可怜巴巴地看着他，义正言辞地拒绝，不可贪凉，会发热。哦，奶团知是为了他好，乖巧地缩进被子，待蓝忘机轻身来贴他的头试温度时，顺势蹭了蹭那只手，然后用自己2只小短手扒拉着，吧唧一口亲上去，嘿嘿地看着蓝忘机，把自己裹成一团，圆眼睛滴溜溜的，似乎在观察着什么。蓝忘机一看这个，他表情便知魏婴在怕他生气，他又喜欢又心疼这奶团，揉了揉奶团毛茸茸的头，陪他摆弄起那些拼接的小玩具。小奶团乖巧的自己摆弄着那些不会说话的死物，他很聪明，手也巧，拼出来就喜滋滋的给蓝忘机瞧，然后摆在一边去拼下一个，偶尔拼不上就用小手试探着去拉蓝忘机的衣袖。蓝忘机2、3下给他拼上的时候，他便腻腻乎乎的趴过去，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用奶糯的小脸蛋蹭蓝忘机。魏婴少年忽然停下手，这东西你喜欢吗？他又补了一句，若是腻了，后半句再给你买，还没来得及出口，便瞧见奶团紧张兮兮的把东西抱住，似乎生怕他丢了那些物件似的。喜欢？何止喜欢，简直喜欢死了。他从前可是连瓜皮有时都抢不到。而且这是二哥哥送给他的呀。孩子到底还是在病着，开开心心的摆弄着那堆小玩意儿，乖乖的喝下药便昏昏欲睡。但他实在是喜欢极了那些小物件，根本都不舍得睡。蓝忘机也不催他，拿了本书坐在榻边陪着他。医师叮嘱要通风，加之榻边有帐幔，小魏婴不会吹到风，所以竟是多开了几扇窗。蓝启仁与蓝曦臣再来看时，小奶团已经快睡着了。小魏婴被蓝忘机裹了好几层被子，乖软地坐在榻里靠着床头，像是一颗绵软的蚕茧，吃了药的缘故，小脸蛋红扑扑的。小家伙明显已经困得不行了，依旧抱着那堆小东西不撒手，小脑瓜一点一点的，险些向一边倒下去，被蓝忘机一把接住。
小团子吓了一跳，猛然惊醒，发觉被蓝忘机接住，便撒娇讨安慰似的蹭着蓝忘机。也许是生病的原因，小家伙更没有安全感似的，黏黏糊糊意识不清地寻着蓝忘机。少年手臂一弯，便抱起那奶团，不知说了什么，把奶团哄得放下手里的玩具，钻进他怀里睡了。少年低头看了奶团半晌，将裹着的被子松开，又仔细盖好，下巴抵在奶团毛茸茸的发顶，一手手臂护着奶团，还能拿着书看，一手轻轻拍着小家伙安抚着。小家伙乖得很，与身形正在成长的少年比起来，更是小小的一只，软乎乎地趴在少年胸口，小脸蛋埋在少年怀里，只在蓬乱奶香的黑发中露出小巧可爱的耳朵，小手无意识地拽着少年的衣袖，一副依恋之态。斜阳缱绻，玉兰挽着香风落了满窗屉，树梢影影绰绰洒下浮动的光晕。少年眉目如画，看向怀中的小奶包时，平添了几分雾霭似的柔色。春风徐徐，蓝曦臣和蓝启仁觉得自己有点多余，果然还是应该下棋。当夜，小家伙的情况已经好了不少，喝下药就被少年团爸哄睡了。然而还是没能睡踏实，小家伙半梦半醒间，腹部一阵剧痛袭来，只瞬间就疼得他小脸煞白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奶团意识不清时，依旧记得自己在谁床上，生怕惊动他家二哥哥，自己蜷缩着不碰到二哥哥，小手狠狠地压着自己柔软的小肚子，发了狠劲似的。只可惜他不得要点，腹部由灼烧感变为钻心的绞痛，也不过是一瞬的时间。他终于开始害怕了，他从前也吃坏过肚子，可从来没这般疼过，就像是被野狗撕咬着脏腑一般。绵软的身体紧绷，随着剧痛微微抽搐，小魏婴紧紧咬着嘴唇，已经尝到了些腥味。怎么会这么疼？怎么办？二哥哥就在身边，可二哥哥为了照顾他，已经很久没能睡个好觉了。小奶团疼出了眼泪花，勉强抬起一只小手，想推一下一旁睡得规规矩矩怕压到他的少年，可那小手抬起来却又顿住了。他愣愣地看着睡着的少年，少年依旧很好看，只不过最近似乎睡得少了些，眼底微微泛青。奶团缩回手，他不想再打扰二哥哥休息了，然而不打扰的代价就是腹中的疼痛愈来愈甚，任由小家伙怎么用力对着腹部，依旧不能缓解半分。他疼得有些恍惚，手上渐渐脱力，忽然一下，绞痛骤然一下加剧，让他一时间竟险些没喘过气来，不由自主的呜咽出声，又慌乱的止了声，硬生生憋回去。可睡在一旁的少年已经听到了，